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DRAM 价格在过去1年内狂飙了超过3倍，这并非普通的景气波动。摩根大通发布的最新报告丢出了一个震撼弹，指出全球3大记忆体巨头即将迎来长达5年的稳定高利润黄金期。这背后最核心的导火线是惊人的产能缺口，以及一场悄悄发生的长期合约商业革命。华瑞认为，这场价格狂飙的背后反映出人工智慧时代对硬体底层的焦虑，记忆体已经从普通商品蜕变成了战略物资。摩根大通指出，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所驱动的 AI 记忆体需求，包括高频宽记忆体以及伺服器级规格，将会让整体市场陷入持续性的严重缺口。华瑞认为，面对如此庞大的产能赤字，云端巨头们为了确保自己的 AI 算力不被中断，不得不向制造商寻求多年前所未有的长期供应保障协定。这也是为什么长期合约谈判会成为当前市场上最激烈的一场博弈。摩根大通分析认为，美光已经率先揭露了一份为期5年的长期合约，紧接着南亚科的私募发行也同样伴随着长期合约。同时，一家美国快闪记忆体大厂也已经签署了5份合约，涵盖了其2027年度1/3以上的位元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正迎来客户强烈的复数年合约承诺需求。摩根大通预估，这2家巨头很快就会正式对外宣布合约，这很有可能成为半导体产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长期合约交易。华瑞认为，这种长期合约的普及，代表着记忆体产业的商业模式本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扭转。过去那种先造再卖的景气循环风险，正逐步被接单裁造的晶圆代工模式所取代。让我们来看一组摩根大通的核心预算数据。摩根大通反向推算满足云端业者所需之3大记忆体厂晶圆产能，在2026年底，3大厂产能为159万片，云端业者占比达 50%，专属产能为78万3千片，但隐含晶圆需求高达86万5千片，单年缺口为8万2千片，供给充足率为-9%。到了2027年底，年产能提升至182万片，云端业者占比提高至 60%， 专属产能达103万片，但需求却高达115万3千片，单年缺口扩大至12万3千片，供给充足率为-11%。华瑞认为，产能扩张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需求增幅，这种供给赤字的累计将给制造商带来无与伦比的议价权。摩根大通数据显示，2028年底3大厂产能来到201万4千片，云端占比达 66%， 专属产能为132万1千片，需求为144万2千片，单年缺口为12万片，供给充足率呈现-8%。2029年产能为234万6千片，云端占比达 70%， 专属产能达164万2千片，需求为173万片，缺口为8万8千片，供给充足率为-5%。最后到了2030年，产能为282万片，云端占比高达 74%， 专属产能达198万7千片，需求达201万8千片，单年缺口为3万1千片。这5年下来，累计的晶圆缺口达到了44万4千片。华瑞认为，这组长达5年的数据彻底戳破了市场对于产能过剩的担忧，即使大厂积极扩产，实质的供给赤字依然会如影随形。摩根大通报告深入回顾了半导体产业历史上的长期合约成败案例。在2009年，超微半导体与格洛方德签署了晶圆供应协议，但当超微转向台积电的7奈米以上制程时，最低采购承诺反而成为了财务约束，最终不得不进行重组谈判。华瑞认为，这显示出如果合约缺乏足够的弹性，技术世代的交替将会成为长期合约最大的潜在破口。摩根大通报告指出，另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在2011年，当时泰国大洪水重创了硬碟产业链，导致供应严重中断。微软、谷歌与亚马逊等云端服务业者随后与希捷及西数签署了复数年长期合约，成功将传统硬碟从剧烈波动的商品循环转化为高能见度的稳定商业模式。摩根大通报告指出，但在记忆体领域，2017年晶片短缺时，买卖双方签署的远期采购协定却未能成功维持。随着随后的需求放缓， DRAM 价格在2到3季内暴跌了超过 40%， 客户纷纷延迟出货，合约最终只能重设价格，妥协至现货市场水准。华瑞认为，有了2017年的教训，
这一次，三大记忆体大厂在商讨新一代合约时，必定会更加专注于提高法律约束力，这也是预付款机制在本次谈判中扮演核心主角的原因。摩根大通报告深入拆解了长期合约的3种可能结构。第一种结构是固定价格长约，双方在合约期间内采用固定的价格，并且不包含预付款。基准价格由双方在2026年第3季或第4季协商决定。摩根大通分析认为，这是最不被倾诉的方案，因为缺乏约束力，容易在循环波动时被合约方违约，通常适用于谈判力弱的小型品牌商。第二种结构是包含预付款的固定价格，买方提供预付款，这代表了实质的采购量承诺。摩根大通分析指出，一约有了预付款，基准价格通常会低于第一种无预付款的方案，这就像付了高额押金得以享受较低租金一样，对于财力雄厚的中大型客户较为合适。华瑞认为，这种结构对供应商而言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预付款能直接转化为建制产能的资本，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摩根大通分析指出，第三种结构是预付款结合弹性定价，这是目前最受青睐的合约模式。这种模式下，合约的大部分份额采用固定价格，但保留 10% 至 20% 的浮动份额，允许在价格飘涨时让供应商收取溢价，并在市况低迷时为客户节省成本。合约通常设有跌幅下限，限制在基准下的负 20% 以内，而上涨空间则保持开放，基准价格通常也更具竞争力。华瑞认为，第三种结构的设计巧妙地平衡了客户对成本可控以及供应商对利润弹性的双重诉求，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成为未来几年大型合约的主流。这场合约革命将直接推动一场估值体系的颠覆。摩根大通分析指出，投资人过去习惯用股价净值比来评估记忆体产业，这是因为过去产品属于标准化商品，获利波动剧烈且属于资本密集型。但随着长期合约在营收占比中的提升，记忆体大厂的获利能见度与稳定性将促使投资人转向使用本益比估值框架。华瑞认为，这个转变就像是当年的台积电。在2015年之前，台积电因为资本支出大且受产能利用率波动影响，常被市场以股价净值比来估值。然而，随着2014年台积电与苹果签署关键合作后，获利能见度大增，市场便转向以本益比来对其定价。摩根大通数据显示，在2015年初，台积电交易在13倍股价净值比，而在随后的11年中，台积电的本益比介于10倍至30倍之间，平均值达到了17.2倍。相比之下，摩根大通数据显示，在人工智慧时代到来前，记忆体产业在股价见底时的眼期本益比通常会高于10倍，而在景气高峰时仅有5倍至8倍。目前，记忆体板块的眼期本益比仅有 7.3 倍，2年后的眼期本益比更低至6倍，远低于过去11年排除下行周期后的9倍平均值。华瑞认为，这意味着记忆体巨头们目前的估值水准严重低估了商业模式转型后所带来的利润耐久性，补涨空间极为宽广。这种获利能力的跃升可以从利润率的对比中看得一清二楚。摩根大通数据显示，在人工智慧时代之前， DRAM 的平均营业利益率为 36%， 台积电则为 40%。 然而在人工智慧时代，也就是从2023年第3季到2028年底， DRAM 的营业利益率预估将攀升至 59%， 甚至超越台积电的 52%。 从营业利益的绝对值来看，摩根大通预估人工智慧时代的 DRAM 年平均营业利益将达到868亿美元，远高于前一代的65亿美元，也超过台积电的218亿美元。华瑞认为，高频宽记忆体与长期合约的结合正在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超高利润地沟，这正是估值重估的最强大底气。然而，这条重估之路并非完全没有阻碍。摩根大通报告提醒投资人需要留意以下几个潜在风险。第一，人工智慧的变现速度如果显著放缓，将削弱云端业者签署长期合约的意愿。第二，技术层面的突破，例如演算法优化降低了对记忆体的需求。第三，现有玩家意外扩产，或者是新竞争者加入导致供给过剩。第四，合约谈判条款不利，损害了供应商的毛利。最后则是宏观环境的恶化，例如关税、制裁或高阶晶片的出口管制，进而压抑了整体人工智慧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这些风险，产业的上升轨道依然非常明确。摩根大通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全球记忆体类股平均上涨了 238%， 远远超越了费城半导体指数 65% 的涨幅。基于长期合约带来的估值洗牌，摩根大通上调了各大巨头的目标价。三星电子的最新目标价设定为48万韩元， SK 海力士的最新目标价设定为300万韩元，凯霞的最新目标价设定为8万日元，以上平等皆维持超越大盘。摩根大通对三星在2026年底的估值敏感度试算显示，在8倍本益比情境下，合理股价可达48万0332韩元。对 SK 海力士在2026年底的估值敏感度试算显示，在8倍本益比情境下，合理股价可达299万9898韩元。对凯霞在2026年底的估值敏感度试算显示，在8倍本益比情境下，合理股价则达8万8319日元。华瑞认为，记忆体产业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典范转移，投资人不应再用传统景气循环股的眼光来衡量这群掌握 AI 关键命脉的巨头。在长期合约保护下，未来的盈余稳定度将超出市场预期。当前的本益比折价提供了极佳的长线布局时机，投资人应密切关注这场由产能缺口与合约变革所驱动的大估值时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